作为一名道教文化爱好者，我经常在网络上跟五湖四海的朋友探讨道教文化。由于我们民间传统神话比较混乱，从古至今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因此一些神话人物的存在也充满着争议，尤其是道教神话里的神仙，常常会跟民间神话以及文学神话里的神仙混淆。我不止一次看到因为红军老祖是不是道教神话里的神仙而争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创始元灵、红军老祖、太乙真人这些人物到底是不是道教神系里的神仙呢？本期就跟随我一起来解读一下。在安天大会上有一份参加宴会的神仙名单，玉帝传旨，急着雷部众神分头请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都、千真万圣来此赴会，同谢佛恩。又命四大天师、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高坐七宝灵台，调设各班座位，安排龙肝凤髓、玉叶蟠桃。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这些神仙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道教神系，三清天尊、六御以及东王公、西王母这11位是道教神系里最重要的神仙。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六御即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帝之，东极清华大帝也叫太乙救苦天尊。除此以外，道教神话里还吸收了很多民间神话里的神仙，像灶王爷、门神、妈祖、土地神等等，就连穷神、车神、侧神这些听起来很另类的神仙也都是属于道教神仙体系。那么创始元灵、红军老祖是不是呢？答案不是。创始元灵是现代洪荒流小说中出现的神话人物，可以说连古代文学神话体系都不属于。洪荒流小说里的这位人物非常厉害，从创世2字就能看出他是创造宇宙的牛人。不仅如此，他还有4位徒弟，老大红军老祖，二徒弟混坤祖师，老三女娲娘娘，老四路鸦道君。按照这个说法，创始元灵为第1代神仙，红军老祖为第2代，元始天尊为第3代，12金仙为第4代。一不小心跟《封神演义》续上了族谱，不了解传统神话的朋友看了之后会对此深信不疑。红军老祖、太乙真人、通天教主、路鸦真人，这些都是出自于《封神演义》，不过也仅限于《封神演义》，道教神话里并没有这些神仙的存在。《封神演义》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明代神魔小说，主要描写了以武王伐纣作为历史背景，描写了阐教、截教神仙大战，最终365位人物应结成神的神话故事。《封神演义》构造了阐教和截教2大神仙体系，借鉴和融合了上古神话、道教神话等，以红军老祖作为至高神，并且一气化三清，名下有3个弟子，分别为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他们合称三清。为何那么多人会误认为红军老祖是道教神仙呢？主要是《封神演义》这部小说里出现了太多的道教神仙，以至于很多人会产生误解。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与灵宝天尊构成了道教神话里的三清，而不是通天教主。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是道教神话里雷部的最高神，被称为雷祖，他在道教神系里的地位远非文众能比的。紫薇大帝在道教的神仙体系里仅次于三清天尊和玉皇大帝，是星宿之神，众星之主。另外，赵公明、西王母、东岳大帝等等都是道教神系里重要的神仙，他们可不是被姜子牙敕封的神明，而是原本就存在的。还有就是太乙真人，《封神演义》里他的师父是元始天尊，他的徒弟是哪吒三太子。元始天尊与哪吒三太子都是属于道教神仙，唯独太乙真人不是，这就有意思了。太乙又叫太一，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思。太一无形无相，道家认为太一本指形成天地方物的元气，也是宇宙的本源。真人也是道教对道行高深的神仙以及修行者的称谓，
像孙思邈被称为孙真人，庄子被称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太乙与真人组合，满满的道教元素，难怪很多人会造成误会。此外，《封神演义》里还提到了太乙真人为清微教主，清微派是道教的一个门派，清微派出自于清微天玉清元始天尊，故以清微为名。如此种种，很容易让人造成误解。自上古时期，人们通过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产生畏惧之心，以及对上古生活的一种幻想，从而将这些无法理解的未知领域通过神话故事表现出来。神话传说大体上分为上古神话、宗教神话、民间神话、文学神话等4大种类。神话传说里有神仙、佛、魔鬼等不同的角色贯穿其中，构成了传说故事的核心。那么它们之间都有什么区别呢？神我们一直都说神仙，其实神和仙还是不同的。首先来说，神明是被崇拜和信仰的偶像，他们具有超凡的神性。道教将神分为先天神和后天神，天神、地指人神等都是神，他们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神职，像玉皇大帝、后土皇帝、麒雷祖、东岳大帝等，在道教诞生之前都已经存在的神明，都是先天神，他们大都是由先天之气所化而来。而像关圣帝君、药神孙思邈、城隍神等等，都是后天神，他们是由民间那些卓越的历史人物在死后被侍奉成神的。先古语有云：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至自人旁作山也。道教的仙是由凡人修炼而成的，他们可以长生不死，在仙界逍遥自在。仙基本上都是修炼成仙的高人，而神则不一定是人，万物皆有灵性，都可以成神。道教根据修行高低，将仙人分为天仙、神仙、地仙、人仙、鬼仙5等仙。鬼仙不离于鬼，人仙不离于人，地仙不离于地，神仙不离于神，天仙不离于天。尽管鬼仙、人仙也被称之为仙，但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仙。如钟离权认为鬼仙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只是因为其立志于道，阴灵不散，所以被称为鬼仙。但虽曰仙，其是鬼也。人仙只是修真之事，得到某种法或某种术，勤加修炼所成。然而他们不能全于大道，只于大道中一法一术功成，安乐延年而已。故而人仙仍是人，地仙、神仙和天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仙。修成地仙，就可以练行注释而得长生不死。地仙生活在人间，如果地仙厌居尘世，勤加修炼，达到一定境界后，就可以阴极阳纯，身外有身，脱至升仙，超凡入圣，离开凡尘，却往往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这一类仙人被称为神仙，虽然他们被称为神仙，但实质上他们仍然是地仙，故而仙人。钟离权在述及天仙时说，地仙厌居三岛，而传到人间，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反动天，是曰天仙。也就是说，神仙只是地仙中精英群体，天仙如果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就可以继续升迁，最终可以进入三清虚无自然之界。佛即佛陀，是梵语的音译，意为觉者、觉悟的人，实之见一切法之性相成就，等正觉之大圣者，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所以与道教的神相比，佛是拥有觉悟的人。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时，说了一句话：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像只因执着妄想而不能证得。众生都有具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但是因为被妄想执着蒙蔽，所以不能恢复佛性。鬼谷语有云：人死作鬼，人见惧之；鬼死作你，鬼见怕之。古代文化传说里，人死了之后变为了鬼，而鬼死了之后会变成你。另外在《礼记记忆》也有众生必死，死必归是此之谓鬼的相关解释。魔正字通有云：魔，古从石作魔绳也。梁武帝已从鬼墨，本来有磨练的意思，自梁武帝之后改石为鬼，从而此字多了一种鬼神之说的含义。而对于道教来说，所谓的魔主要指的是人心中的各种欲望，他们是修行路上的阻碍。道经里记载了试探修道者道心的10种魔，
十魔即天魔、地魔、人魔、鬼魔、神魔、阳魔、阴魔、病魔、妖魔、镜魔。经自汉代开始，就有了物老成精的说法。自然万物只要存在久了，就会吸收天地精华，获得灵气，就会被认为是成精了。神话传说里，万物都能成精，蛇精、狐狸精、树精、蜘蛛精，它们大都是以一种反派的形象存在。像《大话西游》里的紫霞仙子，竟然是如来佛祖的灯芯，成精了幻化而来的。葛洪在《抱朴子》里写道：万物之老者，其精气能假托人形，以炫惑人目，而常是人，唯不能于镜中依其真形耳。成精之后就有了变化的能力，最常见的是变化为人，有的会祸害人类。道教典籍《崆峒问答》里更是对妖邪鬼怪做了总结。何谓妖邪鬼怪？外道邪魔，答曰：人之假造为妖，物之性灵为精，人魂不散为鬼，天地乖气，忽有非常为怪，神灵不正为邪，人心颠迷为魔，偏向异端为外道。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喜欢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